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那今天呢，有风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制作历史短视频的新方法。如果你对这个方法感兴趣的话，那就继续往下面看。今天有风会教你一些新的东西。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案例短视频。接下来的话，有风就教大家也一步一步来操作。首先的话，我们打开 ChatGPT。在开始视频之前的话，我们需要一些脚本。脚本的话，我们直接交给 ChatGPT 来帮我们写吧。我说，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一些历史。那 GPT 的话，它会帮我们生成非常多有意思的一些历史。那比如说，你说第三个详细写下因为它上面写了个大概因为我们到时候需要一个详细的一个脚本，我叫它帮我第三个详细写一下。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有意思的一些视频。那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告诉我一个有趣的这个样GPT 的话，它找这种有意思的、有趣的短视频呢是相当的快。生成好友的话，我们可以叫它帮我们翻译成英文上面有点长，我们叫它简短一点这样的 GPT 的话，帮我们稍微缩短了一点，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叫它翻译成英文。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生成无数个脚本。那有风的话尝试了非常多给大家看一下关于一个美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亲戚丹麦国王克里斯蒂9世的一次礼物交换，就是用狗交换大象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也翻译成了一个英文。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脚本转化成一个语音。文本转语音工具的话，目前市面上最好用的那就是这个 ElevenLabs， 你可以用你的邮箱登录一下登录进来以后的话，美国有1万字符可以免费帮你生成。那1万个字符用完以后呢，如果你想继续用，那你可以考虑付费。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library， 就是一个声音库，那里面有非常多声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使用人数，使用人数越多的话，说明这个声音大家更喜欢听。我们来听一下。排到前面的话都是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声音。这个声音的话也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声音。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到那个声音库，点一下它，好，这里点击增加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它这个声音就被增加到我们的声音库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语音的合成，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选择我们刚才选的声音应该就是这个 K 开头的这个，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它。对，就是它。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我们这段的话给复制过来。Ctrl 加 C， 然后的话粘贴进来，接下来的话点击这个按钮把它生成一下。那每次的话可以生成2500个字符，如果你的太长的话，那你就要分开来生成。那每个月的话可以生成1万个字符，免费的。效果还是可以。那这里的话正在生成好以后的话，等一下我们这边就可以点击下载。本期用的所有工具的链接的话，有风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边看视频边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好，我们现在已经生成，我们点击这个按钮download把这个声音的话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我们来听一下。还是非常可以，非常的真实，这个听起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头像生成一个中年老人的一个头像。那你可以选择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也可以，或者你选择 Leonardo 来生成，那都没有问题。Leonardo 的话，它可以免费使用，每天有150个积分，每天都可以进来免费生成一下。Midjourney 的话都需要付费，但是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它会好很多。那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如果你要用 Midjourney 的话，有风在视频下方链接里面提供了一个合租的购买链接去合租的话就会便宜很多。那我们可以用 Leonardo，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进入 Leonardo 后台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图片生成。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它里面有很多模型，我们选择这个 V1.6 这个，然后的话把我们需要生成的一个提示语给粘贴进来。如果英语不好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用中文把这个翻译过来。我给它提示语是一名有文化的50岁左右的老人的一个头像，复制一下它。
那 copy 联系一下，然后的话粘贴到这里面来。左边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是做那个9:16，我们需要一张9:16的一张照片。这边的话可以选择比例，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短视频的话是一个9:16，要点击生成。那每次生成的话，它会消耗，比如说这个生成消耗4个积分每天的话一共有这里150分有风今天已经用了一些了。同时的话，我会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对比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同样给的提示语都是差不多的。那是 Midjourney 而已，那打2个横杠 AI， 然后比例改成9:16。有风的话，之前生成了非常多效果。其实我觉得这张可以，比如说这个第4张可以，我就点U4我就选了这一张这张的话，我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一个老人他可能说一些历史故事的话，那大家可能还比较愿意听。我可以点一下它，然后在新的窗口打开，然后把它保存到我的电脑上面。这是雷拉多生成的一些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的。大家对比一下，你们觉得哪个效果好，那你就选择用哪个。雷拉多一样，你点击这个按钮，那可以把它下载到电脑上。好，接下来我们会用到一个让照片说话的一个软件，这个叫做 Hagen。Hagen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照片来说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免费登录试用一下。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它会给你一个信用点，一个信用点的话可以生成1分钟左右的视频。那生成好以后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要不要付费使用它这个软件。左边这里有个头像，它里面也有很多内置的一些头像你可以往下面翻非常非常多。你也可以用它里面现有的。今天的话，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生成的这个，让我们的照片说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击首页，然后点击它。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照片的话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的那个老人的头像的话给传进来。这个传进来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编辑一下这个头像。然后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打开去背景，把它背景给去掉，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绿幕。这里有个增强的一个功能，我们点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这就是增强后一个效果，感觉不是很好，那我这个就不开。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比例有圆的，有方的，还有这个原始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圆的吧。好，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点击它。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创建一个视频我们选择这个竖的话就是一个9:16，我们做短视频就要用这个比例。然后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声音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声音，然后上传我们刚才用 ElevenLabs 生成的一个配音就是这个配音就是这个声音接下来一点非常关键的，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背景的话改成一个绿色，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抠像，所以说一定要绿色的话才好抠。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中间的人的话，我们也要搞成绿色，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好了差不多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提交它这里会告诉你，你这里会消耗1个信用点。好，点击提交。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稍微等待一会儿它这里系统的话，它会帮我们处理这里显示了一个进度。这里我们先不用等它，我们先进行我们的下一步。接下来同样的话，我们打开 ChatGPT， 然后我会给它进一步提示我说我现在需要一些描述语，用 AI 来生成照片请根据以上不同段落生成不同的一个描述语。请用数字列表的形式成像越详细越好。现在的话 GPT 的话，它就会根据我们刚才生成这个有趣的历史帮我们细分一下生成不同的一些段落。等一下我们用到这个里面的文字，进一步生成我们需要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同样可以交给Midjourney 来帮我们生成，然后直接复制一下它。然后的话，我们点开它，然后打一个斜杠，然后点击 Imagine Pro， 同样的话把这个发送过去，叫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好，下面的话每一个段落的话，我们都需要像刚才这样复制一下，然后在 Midjourney 里面同样的话每一个都会进来这样生成一下
以此类推，把里面的话全部给选中每一个的话单独进行一个生成。有风这里生成了大概的一个效果，有一条狗，然后还有大象什么的。然后的话，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一张你觉得你喜欢的，比如我 U1，我就觉得这张可以这里后面的话我再选几张第3张可以，我就点个 U3。这个时候的话，它下面就会帮我们放大，放大以后我们再点一下它，我们在新窗户打开，可以把我们对应的一些图片的话全部存下来。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用雷拉多来帮你生成，也没有问题。那方法是一样的。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生成，比例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9:16。那你在这个 Midjourney 里面生成的话，那个比例也要改一下。你在后面的话，一定要打个横杠 AI， 这里改成一个9:16。我们需要生成9:16的一个照片，然后按下回车发送等待它生成就可以了。那今天有风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免费的 AI 生成工具，也叫做 Trapper.ai。这对应的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只是说它的效果没有我们刚才 Midjourney 和雷拉多好前期练手还是没有问题。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开始同样回到我们 ChatGPT， 然后把我们对应的提示语复制一下，然后打开这个窗口，然后这里把我们提示语发送过去。OK， 我们把我们的提示语发送过去以后的话，它这里在显示它正在帮我们生成照片请叫我们稍等一下。然后的话，同时的话，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叫他帮我们生成发送过去这里他帮我们生成好了，来看一下，就他帮我们生成出来的一条小狗的照片，感觉其实效果还是可以。那我再叫他帮我生成新的，再发一下，他这个稍微有点慢，你看我这里发送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这里错误这里正在处理不过前期的话，免费用的还是将就可以方法都是一样，把它全部给弄下来，全部给生成出来。然后你可以点击右键，在图片上点击右键，把这个图片的话保存到电脑上。这里看第2张照片的话，也帮我生成好了，也可以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到电脑上。然后的话，如果你觉得这种照片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叫它帮你重新生成一下。那免费的相比 Midjourney 的话，它生成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会更真实一些新手的话可以先用这个来练一下手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会说话的一个头像的话也准备好了，我们点一下看一下效果。好，没有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把它下下来吧，点击这个按钮 ，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现在的话，我们需要用到剪映的一个国际版，之前用的剪映是.cn，就是剪映这个中文版，那你把后面这个 cn 的话改成一个 com，就可以下载到剪映的国际版。然后点击这个Windows 版，把它下载到电脑上面。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剪映国际版，来给大家操作一下。好，我们点击这个文件新的文件。好，把我们刚才所有的素材的话全部给导进来。我们有图片，有配音还有我们刚才这个绿幕文件。绿幕文件的话，我们也把它导进来。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图片的话，这个按顺序全部给拖进来。好，直接放在上面。然后的话，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文件配音给拖进来。来听一下。可以，把这个也拖进来。你可以选中它，把它和下面的配音全部对齐，然后选中以后我们拖一起把它拖一下。好，这个比例的话，大家一定要改一下，改成这个9:16因为我们短视频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好，然后的话，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的头像也给拖进来就是这个人，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抠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抠像，然后我们点一下它，然后再点击这个绿幕抠像，我们点一下这个颜色提取，
然后的话把它拖大 ，OK， 把它给全部把这个绿的给抠出来，好，把外面的抠掉，好，差不多了，我们这个也被抠下来了。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黑梗的一个水印，那我们可以把它剪掉。好，确定。好，现在水印的话也被抠掉了，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小一点点。好，看一下哦，大概效果还是可以。有一点，还有一点绿的话，我们再强度的话再拉大一点。好，现在的绿的话应该看不到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蒙版，来给它加一个圆形的一个蒙版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呢。效果还是可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把字母的话给显示出来。我们点击这个文本，然后点击这个按钮，识别字母，还有这里点击一个识别字母。好，我们看一下字母已经有了。我们把字母的话移到中间，然后的话我们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样式。这里有 PRO 的话，就需要一个会员才可以用。我们选择这个字体。然后的话，我们选择这个效果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吧，让它后面有个阴影。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动画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Caption， 那我们选择这个，那每次的话显示一个单词，点一下它，可以。好，但是的话字体有点小，没关系，我们把它的话稍微变大一点，点击这个基本。OK， 变大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效果已经有了。可以再稍微小那么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效果。差不多已经有这个效果了。然后的话，我们这个下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个转场。我们点击这个转场。这种需要 PRO 的话，就需要一个会员的可以用。我们可以找一些免费的也可以。直接拖在上面的就可以了。OK， 每一个上面的话都可以拖一个转场，可以拖一些不一样的转场。效果还是可以。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滤镜，选择这个滤镜，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加一个复古的滤镜上面。我们这滤镜可以选择这个电影 movie， 我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吧，直接把它拖到里面来。人的话我不想要加滤镜，所以说我只有单独把它拖进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其实效果的话已经差不多有了。全部做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导出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时候有点单调，我们还可以加一个背景音乐。那我们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一个后台，我们来下载一个电影感的背景音乐。我们点击这个音乐库，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选择这个无需署名，先选一下。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曲库，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电影。还有这种音调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是比较浪漫的一种音乐吧。可以点击这个应用。
那你选择一首呢，哪一首好的话，你就直接点这个download把它下载到电脑上就可以了。下载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素材，然后把它导进来。好，这个可以，我直接用这个吧。然后把后面多的话给裁掉，向右裁剪，然后把它声音的话稍微变小一点点。我们来听一下。可以再大声点。In the mid-19th century, Queen Victoria of England and King Christian Nummim of Denmark were relatives. Queen Victoria gave Christian 效果还是可以。那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更改。我们点击这个效果，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效果，你们可以选一个。这个也可以。好，全部做好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导入出来了。做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导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你第一步做顺以后，那后面的话做起来都非常的快。做完以后的话，你就可以上传到你的TikTok、IG 或者说 YouTube 短片里面。其实操作技术都非常简单，要的话就是一个勤快大家前期的话稍微勤快一点。那每天的话，你可以上传个1-2条、2-3条都没有问题。好了，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本期用的所有工具的链接的话，有风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实操真的非常的重要，你想1000遍想万遍，想到各种问题，那其实你操作一遍的话，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